哇，这是人可以发出来的声音。那时候他下楼梯一下去，然后我们一堆女生就会围在那里啊，玉米好帅啊！大家好，我是鼓手玉米，是雨宫乐队的鼓手。我是理想，是原来雨宫乐队的吉他手。大家好，我是潘云奇，我之前是雨宫乐队的主唱。可能认识我们几个人会知道，以前我们有个乐队叫雨宫乐队嘛。我们初中的时候组起来的，对，然后现在已经过了10几年了，大家的状态可能跟那时候也不太一样了。我现在是他马鼓、C 扁镲片、达达里奥打击乐、Pro Mark 鼓棒、Evans 鼓皮、John Pro 鼓配件的代言人，以及罗兰电鼓的合作艺术家，是职业鼓手、独立音乐人，有自己的工作室。啥都被你代言了。对，独立打工人。我后来没有学音乐专业，然后学了传媒，然后后来在北京读了7、8年书吧。读完书以后，工作了2年，做的是 marketing 的工作。对。哎，你不说一下你哪个学校？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比较屌。对，说一下。本科是那个中传，然后研究生是北大。我现在是在美德里工作，然后平时有做一些配乐的兼职，然后参与过像和平精英啊、白金回廊，还有天涯明月刀、一剑风云决之类的这些网游也有，手游也有。你是啥都跟你合作？国王。没有。我们这期的内容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时候玩乐队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嘛。我希望就是各位在看的，不管你是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也好，只要你们热爱音乐，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经历作为一个参考，以及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这个的话，可能就要从10几年前说起。我们是在珠海嘛，然后珠海有一个实验中学初中部，我们几个都是那里的学生。当时我们是一起组了个乐队，我们第一次演出就是在学校的一个广场音乐会。对，然后我还找到那时候的视频啊，我们当时演那个 Linkin Park。这个死亡吉他音。哎呦，我唱了。当时我非常喜欢林肯公园这个乐队，然后也非常想组一个乐队，刚好就在学校认识了这一帮同时也喜欢林肯公园的几个朋友。好像全校没几个打鼓，我记得。然后对，应该已经是学了一段时间哈。就也只是会一点皮毛，但是在初中生来说比较少这种学打鼓啦，或者是弹吉他。我当时也是因为我从小学那个钢琴嘛，然后后来也是很喜欢林肯公园，也很喜欢摇滚，然后就对吉他也很感兴趣，然后就想着可能可以做一个键盘手和吉他手吧。当时同班的还有一个同学就是黑哥，后来我们吉他手他也很喜欢吉他。学校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他会举办一个广场音乐会，然后就会有很多学生上去唱歌啊、跳舞啊什么的。我们就非常想上这个舞台，然后用我们的乐队形式去翻唱一首林肯公园的歌。但是当时没有一个能唱这种嘶吼啊或者是摇滚的一个主唱，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潘云起，比我们第一届的潘云起。我记得我当时为什么参加乐队呢？是因为我们班有个女生一直想追玉米老师，那时候玉米对，当时玉米老师真的是，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她下楼梯一下去，然后我们一堆女生就会围在那里啊，玉米好帅啊！对，真的，这是真实的。然后后来那一天我记得本来我想午休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的就叫我去陪她去看说有一个很帅的人打鼓。后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理想吧，还是黑哥弹了一下那个林肯公园的 Given Up 那个哒哒哒哒哒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说我能唱，然后后来我就真的跟着唱了，然后玉米也一起打鼓，然后结果唱到嘶吼那里，我就唱那个嘶吼嘛，然后把他们吓一跳，然后后来他们就邀请我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加入乐队了。对，因为那时候初中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真实的去唱那种嘶吼。对，我们只在网上看过林肯公园他唱那个主唱查斯特去唱嘶吼，觉得哇，这是人可以发出来的声音。我没想到身边居然有人能唱，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对，而且还是初中的时候。当时我们俩还有那个黑哥都是初3了嘛，就快中考了。其实那时候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就我们自己没什么压力，但是就是班主任啊或者是家长就会有一点施压吧，因为毕竟要考试了，然后都在复习，但我们天天拿着乐器跑到琴行去练琴，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吧那个时候。
6月20号中考，然后演出是5月17，就离中考只有1个月了，然后我们还在天天在那排练。后来就1个月后中考完了嘛，就彻底就解放了，然后一放假就没事干了，然后就想着要继续搞点事情。我们后来开始尝试自己写原创的歌曲了。我们的第一首歌也是我们现在网易云上面播放最多的，有一个傻子。就是当时我在钢琴上面自己摸索的，就是弹了一点主歌跟副歌的旋律，我就拿手机录音录下来，然后就发给你们，然后后来你就开始写词。对，因为当时我们初中主要听的还是流行歌嘛，就是并没有进入到这个摇滚的这个重型啊摇滚的这个圈里，都理解。然后我们的不用解释，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创作其实还是按照流行的这个方向去创作。然后当时我就是有一个暗恋的女生，然后也追了很久，就把这个经历给她写到了歌词里面，非常的天真傻里傻气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是不堪回首，但是也能记录当时青春时期那种青涩，我觉得也挺好的。就不管怎么样，也是第一次写自己的歌嘛，当时那个成就感还是挺高的。我记得家长也挺激动，当时我爸好像他正好认识那个珠海一个编曲的，对，一个编曲的一个，他们办了一个比赛，就是什么原创音乐比赛，然后我们就去试着投了一下，结果还得了一个小奖，当时我们还去领奖了嘛，对吧？对，得了一个还不算很小的奖，他的奖金反正是跟第2名一样。对有1500块钱有奖金，的时候，然后当时就对我们冲击力特别强。对，我觉得哇，就居然还能拿奖。其实这首歌，是我们乐队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应该是。每次我表演的时候，基本上只要一报这个歌名，大家啊都叫了最火的。很多表演的时候，大家其实都知道怎么唱，就是你麦克风你一递，个人都会唱。我觉得还确实是一个，让人挺惊讶的一个事情吧。我的父母啊，或者说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觉得好像哇，你也像能当明星一样啊，这么多人都知道你们的歌什么的。其实我真的还觉得这种经历还挺宝贵的吧。当时我们这个暑假除了自己写歌嘛，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对，就是后来我们认识了同样也是初3毕业的一个同学，但是他是在另一个学校，就是珠海的紫金中学，就伟哥嘛，廖俊伟。他现在也是一名职业鼓手，也是职业音乐人，他在广州有自己的录音棚，非常不错。这我们其实是在中考前认识的，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开了一个乐队微博，然后我就在乐队微博上发现了珠海还有一个叫90时代的乐队，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他们还去参加各种室外啊，就是学校以外的演出。我觉得哇，这么厉害，就是初中生竟然也有这种一起原创啊，然后搞乐队的人，就非常的激动，感觉好像找到了知音一样。所以我们就在微博上联系了他，就想我们认识一下，做个朋友啊。然后认识以后我们就互相交流嘛，然后他也想就是我们一起去办一个演出，因为那时候我们想要演出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机会的，那既然没机会，我们就自己去创造机会。所以廖俊伟就联系我们，就说要不我们毕业一起办一场这种毕业音乐会，让我们自己上去演，自己去组织策划，所以就有了接下来的 SCT。 我们是在珠海的一个室外的一个广场，然后当天至少来了都有2-3千人，就是整个广场密密麻麻都是人。重点就是这个演出就是从策划到最后所有上台参演的，可能除了一些年长嘉宾以外，其他全都是我们这几十个初中生搞定的。现在想想还是挺牛的一件事情。对，就是自己策划，然后自己去拉赞助、谈场地，然后包括演出的现场的执行啊、管理这些。Give it up。可以。这里有没有那段嘶吼？有啊，就这里。哦，牛啊！这里超级屌。听一下，好久没。这谁吹的口哨？那时候吼这么高了吗？应该是超多人，全是人，全都。哇，这个一定要等我放进去，这个太牛逼了。肯定要啊。初中生啊，而且还有那么多人，现在都做不到了。哎呀！牛逼啊！你这个中间断了吗？没断。我不知道啊，我不记得了。没断，牛啊！
就是有点伪。这真的是对我的印象真的是特别深刻，我永远都记得，我那时候一眼望下去全是人在那里看着我，然后真的太宝贵了，我觉得。对，而且就是这一次 SCT， 就是我们策划的这个音乐会，可能更加奠定了我们之后去从事艺术行业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了。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音乐会，我才会继续在高中继续玩乐队。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人生最重要的音乐转折点。就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很早就感受到那种舞台的这种舞台啊，或者是音乐的这个快乐热情，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一辈子就是你的事业或者你想要追求的东西，你很早就已经体会到了。然后到了高中时期，我们也各自去了不同的学校嘛，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人员变动，我们就加入了新的贝斯手小黄。我们后面就开始去参加很多 live house 或者是一些小一点音乐节的演出。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些算是前辈吧，就挺给我们机会的。比如说以前老佛爷乐队的主唱 Carrie， 他就有一些什么演出就邀请我们过去，虽然我们可能演得很烂，但是他能够给我们的机会就也挺好的。待在窗台，看外面的世界如此喧闹。我记得当时是第一次，好像第一次在舞台上面演那个第二首原创吧，《明天》。我记得其实我当时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我记得词也写得非常非常好。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这一首歌是当时我第一次去录音棚录音的第一首歌，真的第一次像那种明星一样，就是以前平时在视频里面看的什么陈奕迅的什么戴着耳机啊，在那里唱，我居然要进这种地方唱歌了。然后其实什么那时候也才知道什么百万调音师，什么百万混音师根本就是假的，你唱的不行就是不行。虽然那次录的也不是说那么专业吧，但是也还不错，我记得。然后我们当时好像伴奏还有一些是用手机做的，全是手机做的啊。对，我记得那个 Garage Band， 对，酷乐队用到酷乐队做的，我觉得。但是真的现在听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也比较有内涵嘛，对，词写的很好，虽然可能听起来比较像 demo 啊那种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就好像就是像我大学的时候上那个音乐鉴赏课的时候老师说的，音乐就是记录你当时的一种状态的东西，真的这个东西就记录了我们当时的状态，当时我们的像初出茅庐不专业的感觉，当时的那种青涩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宝贵。他写的曲，我写的词。对对对，当时我写这个词的时候已经是高中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在面临高考了嘛，因为马上要到高3就要高考，然后高考了以后大家可能都要去各自不同的城市，然后这个乐队可能也没办法继续玩了，所以当时的感触就很深，就非常的不舍，所以就主要这个词的内容就是围绕是我们虽然可能道路方向不同，但是我们最终的这个音乐梦会让我们相遇在终点，就像我们现在又重新的回到了一起一样。对，然后当时这首歌就相比第一首的那个有一个傻子就会成熟一点，然后里面也加了很多摇滚的元素，对音乐的喜好有一些转变了。对，当时是听左右，我记得那时候很喜欢左右乐队，对，左右乐队。我们初中的时候是因为林肯公园聚在一起的，然后后面就开始听左右，然后听完左右听完 OK Rock， 然后又听，最后就越听越重了，听到 August Burns Red， 就是越来越重，然后后来听 Breakdown of Sanity， 反正就是越来越重，最后开始听死河什么，然后导致我们的音乐呢也越来越重，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看离破乐队看了离破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感触是真的特别的深，就哇，我们一定要就是搞这个重型要搞到死那种感觉。就是那时候离破乐队在演的时候，台下全是高中生，但是所有人都在一起 pogo， 在那甩死墙啊撞啊什么的，觉得哇，就是这种重型的感觉，真的就是现场的音乐的魅力深深的打动了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继续去玩这个重型乐队，然后就所有人这样。对，就搭肩甩，所有人这样子，然后去 pogo， 然后我们就创作了第一首重型乐曲。这首歌是当时我记得也是高2，然后那时候高考压力非常重，就写了一首关于高考的主题的歌曲，叫 Killing Plan。就可能也是就是内心被非常的压抑，因为我们想要玩音乐，但是因为学习的这个压力导致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玩音乐，然后加上高考的一些可能
好像不太好说。算了，反正就是都在歌词里，对吧？对，歌词里可以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歌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要沦为一种只会学习的人，我们要有自己的爱好，然后要有自己的梦想，要有自己的想法，不是说哎我不高考了我就玩音乐，并不是的。除了创作以外，我们当然少不了就是继续办演出。当时我们初三毕业以后就去了不同的高中嘛，然后我去了珠海二中，当时学校里面也有吉他社，就是玩乐团、玩乐队这种社团。玉米在那个实验的高中部，然后也有吉他社，对也有嘛，就是每个学校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然后我们就想就继续像以前初中那样子联合起来，一起在做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可能偏地下、偏摇滚一点这样的一个演出。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高考革命派对。今年还有今年第9届，从15年开始的。然后这个活动我们一直策划到了大学，到大学实在是就是没有精力，然后也跟现在的高中生断层了，就没办法宣传，所以就让一些就是传承下去了，让一些新的高中生喜欢音乐的人去继续的去做这个高考革命派对。因为高中嘛，学业就更繁忙了，然后但是呢，我们提出这个想法以后，就大家都很激动。那个时候就晚修也是，就是对晚修拿手机偷策划，有一个群就是聊得热火朝天的在里面，但是实际上就是所有人在不同的高中、不同的教室里面低头这样子偷，对，印象很深，很有意思。然后那一次也是在珠海一个很老的一个 live house 叫现场酒吧嘛，就被珠海的高中生也挤满了，就塞爆了。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跟那些成年人乐队去拼盘嘛，然后我们演的都是一些流行歌，然后大家也不会在底下 PO 狗，然后我们下台了以后，那些人观众就跟疯了一样在底下打拳啊 PO 狗啊什么的，我们就看了觉得哇，我们也要搞成这样子，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演出的时候台下也能 PO 狗，这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小梦想，结果高考革命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梦想。就是当时我们其实一致认为，就是玩音乐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东西嘛，它其实可以很好的帮我们缓解我们学业上的一些压力。另外就是确实也通过玩乐队或者办活动，我们认识到很多别的学校的朋友。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课本或者说课堂之外，就音乐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去探索自己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办这个高考革命的一个初衷吧。包括我们也一直想通过这个活动给这些有音乐梦想的高中生提供一个展现的机会。就像我也是因为被你们带动的原因，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些策划这些东西，但是也是因为我真的在现场，包括我们排练啊这些经历，让我坚定了选择了就是音乐这个方向。包括我大学最后选择音乐专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包括现在把它已经当做成一个功能性，因为我现在做配乐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吧。终于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了一个职业，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包括我也是，我当时我高考学的是理科，然后考了，就是虽然说我们那时候玩音乐各种不务正业，就是可能家长看到的不务正业，但是我高考也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考了年级的第3，然后去了暨南大学。但是我当时学习的是物理方面的专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感觉虽然成绩还不错吧，但是总觉得是有点不是太对劲，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最热爱的还是音乐。所以最终我并没有选择我大学所学的专业，而我去学习了音乐，就是现在也是走了职业音乐人的这个道路。所以我觉得玩音乐不一定就是个爱好，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几个就隔得更远了，像我是去了广州暨南大学，我最远就去北京了嘛，就去那个中传。对啊，然后我也考到湖南的一个师范院校去了。你好像是我们几个里面唯一一个音乐专业，唯一就是在这个学习上面是学音乐。对。但是虽然说我们就是分隔全国各地啊，然后我们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还是会找时间一起排练，然后去参加演出。就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位武汉的朋友邀请我们去到武汉去演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出征广东省，对吧？就是第一次走出外省，走出广东省。因为以前都是最远好像就去过广州，广州都没去过。最远去过顺德吧，就是对，顺德那个北教音乐节。
比赛那个是对，比赛还拿了第10名啊，对，刚好第10最佳，因为我们决赛参加不了，决赛的时候他在北京，然后没有参加，对，很可惜。大3、大4以后，可能就因为有找工作啊，或者是准备接下来对论文什么，然后就更少时间了，就几乎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后面就没什么演出。最后一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演出也是出发启事，对，在广州。我记得最后一次我们是去到玉里的那个暨大里面去排练，然后那时候对我印象最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做那个财神到那个曲子改编版财神到，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视频，真的是我每次看我都觉得真的这是全世界最搞笑的视频。当时我们聊的热火朝天，大家都在讲话，然后玉里说别说话，等一下，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看着他，然后他就突然来一声，那时候在录人声，啊，录财神到的人声。特别搞笑。潘玮琪那时候已经有台风了，我怎么一点对这个好像没什么印象。后来我们就结束了，基本就结束了，名存实亡了。大家就各自有各自的一些规划。我们都差不多大学毕业了嘛，然后我就继续选择了去做音乐这条道路。然后后面也接了各种品牌的代言啊，以及加入了各个乐队，以及到现在开了自己的工作室，这都是一步一步非常艰难的慢慢的爬过来。因为我是没有从小学音乐的，我小时候没有学过任何音乐，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才去了北线才开始学音乐，然后慢慢的就走上了音乐的职业道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热爱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即使你可能靠大学的专业可能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上班，那样子的话就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玩我最喜欢的乐队了。所以我觉得不管它了，我最重要的是保持我自己最热爱的东西。最主要就是花大量时间去练习爵士鼓，这个还是很不容易。我大学那会儿就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鼓，每天都是泡在鼓房，一天泡个7、8个小时，太有毅力了，就练的特别多，然后练着就成大师了。也没有。下一个，我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正好家里出了一些变故嘛。本来原本是说我想考研的，然后但是你知道考音乐的研还是要去培训啊或者什么的，还是要花钱什么的。然后家里也比较需要我快点出来工作。然后我记得当时疫情的时候，当然虽然疫情也不怎么出来嘛，但是家里面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一个月只有400块钱的生活费，然后我就想着，哎呀，好无聊，在家里没事干。然后那网课我其实都已经会了嘛，然后我就找玉里，我记得我还说找玉里，我说能不能发5个 Cubase 的盗版的，对，然后他就分享了百度云给我，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发的时候他还很贴心啊，里面还有一个正好有个教程，但是全英文的，然后我还有点听不太懂，然后我就摸索着去了解 Cubase， 虽然 Cubase 是第一次玩，但是酷乐队这个其实一直我们都在用，其实上手还比较快嘛。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是大4吧，然后我就试着在一些 QQ 群里面，在里面混啊，里面有些那种很初级的小白问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会在里面解答，慢慢解答，突然就有人来找我做曲子，也有做混音的。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接单是30块钱，给大叔大妈那个全民 K 歌修音30块，然后我30块钱那时候我一天要做3、4个，就是一直这样做。然后但是当时我妈其实还觉得你这天天搞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结果我突然赚钱了，虽然只赚30块，但她也觉得音乐居然还能挣钱，对，还能挣钱。慢慢的一步一步，然后就从那些小制作独立的一些东西，慢慢做到现在算是比较知名的一些项目了吧。真的也就是这些以前的这些经历，才导致我就是一直对这个音乐去努力。因为以前有的时候会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我喜欢音乐，但是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是每次喜欢音乐要做什么，我们都一直在付出努力。我们说要办什么我们就办，说要写什么原创曲我们就写，我们要转型，我们要像他们以前像大人一样在那里弄得很重型，我们也真的就去付出实践。我觉得你要有梦想首先了，然后你要为此付出实践，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环吧。我的话可能跟你们俩稍微不太一样，就是我其实一直很喜欢音乐，但是我可能
把它当成我一个最大的爱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从小到大玩音乐或者玩乐队的这个经历还是非常宝贵的。你在学生这个身份之外，你有另一种身份，可以让你有另外的一种展现自我的这个机会，让自己不会过于死板。音乐肯定也会是我以后一直坚持去玩的一个东西。也许我们还会有机会再一起演出或者是创作，对，这个都很有可能。所以这也是我们想传达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啊！即使你不一定是喜欢音乐，你可能喜欢美术，或者是舞蹈，或者是电影啊，其他的艺术都无所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活着要找到一个自己内心的追求，也就是你所热爱的事情。只有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你才会付出拼尽所有的努力去追求它。这样子你过得才会更加的丰富多彩，你也能更加的顺利去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只是说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买更大的房，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空虚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你只要找到自己最热爱的事情，你就会有方向，就不会再迷茫。只要你热爱，你就不会迷茫。那么就可能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语工，我们现在把它改成了这个语工工作室嘛。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也有倾注了很多努力，包括也有对这个乐队也挺有感情的，我们也不想就这么就放弃了，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工作室。可能它不会再是一个乐队的形式，但是我们会利用这个工作室去给大家围绕音乐做一些内容啊，或者一些好玩的东西。可能是器乐的知识分享啊，或者是编曲啊，或者是更加普通的，比如说作为小白怎么样去学习音乐，或者怎么样去鉴赏音乐，或者有一些你们想了解的、想知道的一些问题也好，什么也好，都可以咨询我们。那我们这次内容就差不多，我们就下次再见，886。